那么不好意思，拜仁的兄弟，这次老 K 猜准半决赛，大巴黎和阿森纳晋级纯属运气。但关键是上半场那个手球裁判没判，老 K 和儿子都想不通。现在没办法呀，这足球的 VAR， 特别是在禁区内对手球的规定，到底什么是手球，什么不算手球？不光老 K 看不明白，我想所有的球迷啊，包括主教练、队员、裁判，可能都不太明白。首先，大巴黎队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的努诺门德斯，在防守的时候用手肘碰到了莱莫尔挑起的皮球，可主裁判却没有表示， VAR 也没有表示，球权还判给了大巴黎。转播镜头也没有再交代，后来有分析说是莱莫尔犯规在先，所以门德斯的手球没判罚。这谁信？你信吗？反正老 K 不信。2分钟后，维蒂尼亚面对莱球也是解围，皮球又打中了自己禁区内若昂内维斯伸出的手臂。可是裁判仍然没有表示，而且这2个手球都没有去看 VAR 回放。当时气的拜仁全队队员都跳起来了，一跳3丈高。场边的教练组孔帕尼简直是激动到差点掏出 RPG 火箭筒。儿子还提醒我说这是拜仁的主场啊。所以虽然老 K 赛前是猜大巴黎晋级，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2个我认为都是手球啊。不过后来倒是查了查，说是规则上写队友踢到手臂不算手球犯规。这谁编的规则？什么乱七八糟的规则？手球就是手球，如果这都可以，那么只要是队友的球，我都拿手把它拦下来，行不行？真的简直莫名其妙，手球都能不算手球？想想还是怀念90年代呀，那时候的裁判特别单纯，只知道吹黑哨，从来也不存在这种手球没吹，最后你还说规则是这么规定的。所以我想起过去90年代国际足联当时说过，足球就应该很简单，如果产生争议，那就随他去吧。但最近这10几年，足球规则是越改越乱，越改越乱，好像总是为了让足球运动更完美在修正，可修正的结果就这，手球都不算手球了，或者说手球都不算犯规，这还是足球运动吗？特别是内维斯的这个点球， VAR 甚至都没有介入，完全让人无法理解。上一轮连折射都已经判了，这个球 VAR 为什么不介入？怎么都想不通。但是坦白讲，除了争议的判罚之外拜仁输给大巴黎倒是不冤。开场3分钟 K77 太厉害了，巴黎队从后场到前场简单的一个三角形传球， K77 插入禁区助攻，登贝莱爆射破门。然后整场比赛老 K 一直跟儿子在讨论，我一直说就跟世界杯决赛一样，只要在80分钟拜仁能够扳回1个，那么今天扳平就有希望，因为落后2个球这不难。可没办法，到最后一直是补时94分钟，凯恩才接到了戴维斯的助攻，爆射破门，1-1扳平，但时间已经太晚，来不及了。赛后咱们耿直的孔帕尼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说我们必须看看这2回合比赛中由裁判决定的某些阶段，这从来不是借口，但确实很重要。如果回顾这2回合比赛，可能对我们拜仁不利的判罚太多了，球员们付出了一切，我们在努力对抗一支非常出色的大巴黎队。而上半场这2个手球，关于第一个手球，我理解规则，那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角度，球先击中他的身体，然后碰到手，他们说是由于传中球的轨迹，所以才判了点球。好，这里老 K 题外话这里应该是指的首回合阿方索的手球被判了点球然后第2个球手就在半空中，球打到了手上，但因为球来自他自己的队友，所以说这不是点球。但如果你看这2个阶段，稍微有一点常识，就会觉得这太荒谬了，你知道吗？不管怎么说，这太荒谬了。这并不能说明整场比赛，这是一场分差只有1球的比赛呀。而且那个今天上半场的第2张黄牌，我以为主裁判要出示黄牌，但感觉他又收手了，对门德斯又收手了，因为主裁判意识到已经给过门德斯1张黄牌，所以不想因此罚下他，然后主裁判就把判罚转向了另一边。我看了一些回放的角度，我没有看到莱莫尔用手碰到了球，裁判说莱莫尔碰到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值得一提的是裁判所谓的莱莫尔手球，其实我们如果从正面看视频的回放，莱莫尔真的没有手球。朋友们，昨天开车的时候看到美丽的景色，分享给大家。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您订阅，请一定打开小铃铛，点击上面的全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老 K 推送的视频。这边是粉红色的了，可以。你觉得怎么样？
丑死了，丑死了，一点都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丑死了。我觉得很好看，加油！现在在拜仁球迷的圈子里，这个视频已经被到处转发，真的莱莫尔真的没手球。最后3次争议的判罚还都全有利于大巴黎。德甲巨人拜仁从来不是输不起球的球队，但的确裁判组的表现真的让大家有一种吃了那什么一样的难受。现在如愿进军了决赛的 PSG 大巴黎，他们已经被看好是更容易拿到今年欧冠冠军的一方。现在大巴黎的夺冠赔率 1.61， 阿森纳 2.3， 而总比分6-5淘汰了拜仁之后，大巴黎队以3次进军欧冠决赛排名第9，而他们的对手枪手阿森纳只有2次。但撇开争议的判罚不谈，今天大巴黎的 K77 确实是太厉害，他拿到了10个直接参与进球，7个自己的进球和3次助攻，现在领先于阿尔瓦雷斯的8次、凯恩的8次、邓贝莱的7次和杜埃的7次。K77 在场上无懈可击，只要他拿球，真的是最有威胁、最牛逼的边锋。相比于过去的内马尔等等，内马尔是球风潇洒，但 K77 确实简单高效，非常的直接。来自格鲁吉亚的 K77 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欧冠就是他的世界杯，而国家队格鲁吉亚实力确实太弱，尤其是我们普通球迷平时看法甲的机会少，这一到 PSG 的比赛里面的 K77 真的太强了，每一次拿球威胁极大，他的持球控球跟所有的球员完全不一样，节奏感非常好，对方就是断不掉。这2回合大巴黎晋级最大功臣就是 K77， 超级高效，完全没有多余的花哨动作。简单的对比2个赛季之前还在大巴黎的姆巴佩，我感觉姆总进球能力确实强，但是在威胁方面，姆巴佩能干的 K77 也能干，而且姆巴佩不能干的 K77 还能干。有这样的一个 K77 在巴黎只有1个半赛季，贡献值甚至比姆巴佩来了巴黎队7年还要多，而且不仅是进攻，在防守方面还能帮助球队。上一场球把对面的斯坦尼西奇给爆了，这一场双边换位之后，又让对面的莱莫尔根本防不住。想想当年在意甲那不勒斯 ，K77 还被 AC 米兰的莱奥给压了一头。但现在时过境迁，两人的发展已经迥异。接下来决赛对阿森纳，阿森纳除非有一个巅峰状态的过去的阿什利科尔，否则对位的边路也是白给。而且大巴黎更牛逼的是，除了他之外，还有邓贝莱和杜埃。70分钟的时候，杜埃一个人在边路连过2人杀入禁区，把我跟儿子都看傻了。所以拜仁的3叉戟强不强？绝对强。哈里凯恩、奥里塞、路易斯迪亚斯。但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正因为大巴黎有了 K77， 整个锋线实力还是压住拜仁更强一截。所以科瓦拉茨赫利亚才只有25岁，身价竟然还没有超过1亿。但在关键比赛，大场面先生强得跟神一样。如果今年大巴黎夺冠要是没有世界杯的因素，那真正的金球就应该属于 K77， 属于近年来巴黎队最超值的一笔引援。这也是继斯大林之后老 K 认识的第2个格鲁吉亚人，怪物，纯粹的怪物，高级货，纯粹的高级货。这么好的球员没进世界杯决赛圈，太可惜了。让我想起过去曼联的吉格斯，也是没有打过世界杯，终生遗憾。场上进攻方面6位大哥不算上穆夏拉7位大哥，其他人拿球，对方的球迷都不慌，唯独只有 K77 拿球就知道禁区绝对危险。关键他在左路除了进攻方面，回防还那么狠，速度、身体、技术、射术全都顶级。这一场面对拜仁的防线就跟一条游龙一样，予取予求。他今天的比赛6次盘带6次成功，15次对抗11次成功，8次在禁区内触球，7次将球传入进攻3区，6次夺回球权，2次成功的长传，2次断球，1次解围，2次拦截。此外还有1次助攻和4次关键传球，制造机会1次，错失机会1次，5次射门。K77 给巴黎队带来的提升远远不是数据上能体现的，他是现在恩里克的这套战术属于未来的战术的最后一块拼图。打3叉戟，他能够实现交叉换位，全攻全守。作为锋线球员，能成为第1条后防线。所以 K77 的身上完美的实现了恩里克的足球哲学和理想概念。他能给大巴黎带来更多的阵容均衡、攻守的均衡、左右强弱侧的均衡这些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他的进球和助攻的数据本身。在本赛季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声音说 K77 的锐度不足，他挑比赛踢，也许吧。但总之巴黎这个球队还有邓贝莱 K77， 每年到了4月份开始超神，到了5月份欧冠决赛临近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成了神。
能够显著看到这2个月 K77 又进化了，战术地位稳步上升，自信心也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最高顶点。他的突破成功率、对抗成功率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这还是在强对话中打出来的，面对的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后卫。总结一下 ，K77 呀，就一种感觉，每到欧冠淘汰赛，越到半决赛，越到决赛，他就越来越猛的一匹，回防、突破、对抗过人，独一档的强大，全是顶级的，真是要啥有啥，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高品质的球员了。今天他还做到了连续7场欧冠淘汰赛都有进球或者助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真的太狠太硬了，大场面先生名至实归。这一次单赛季欧冠他已经参与了16个球，刷新巴黎队史纪录。另外杜埃今天要不是对方门将诺伊尔的神勇神扑，那么杜埃起码再能进1个球，而且今天底线那个过人真的是天赋拉满，印象太深了。从本方的半场右路持球，踩单车假动作，无前摇的启动，一路带到了拜仁的禁区内低射，直接把拜仁的2个后卫都看傻了。说真的，杜埃跟内马尔是越来越像，才只有20岁的年纪，踢球又自信又沉稳，在对拜仁慕尼黑这样级别全球瞩目的比赛，还能够完美发挥自己的技术和天赋，杜埃的上限完全无法估量，绝对可怕的存在。而且对他路易斯恩里克保护得非常好，每场只让他踢70分钟左右。要知道年轻人真正的天才不怯场就是一种很优秀的品质。现在闭上眼睛你都能想象到杜埃一个人带球就能溜对面的4个球员。跟他相比过去我们说拜仁的锋线3叉戟很强，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呀。有了 K77 有了杜埃，你就能感觉大巴黎的锋线表现还是远超拜仁。这2个大哥谁拿球都能让人心惊胆战。最近有关于皇家马德里持续关注杜埃的消息，说是皇马内部正在评估一笔可能报价高达 1.2 亿欧元的交易，但是还没有开启正式谈判，一切将取决于杜埃的合同情况和转会窗口的时机。杜埃如此年轻，如此有天赋，而且能有技战力，同时还具备长期成长空间，他的特点完美的契合了皇马这几年的引援逻辑。但关键是大巴黎肯卖吗？能卖给你皇马吗？你别总以为能够白嫖来一个姆巴佩就能把整个大巴黎的兵器库都当你的提款机，嘿嘿，不好说，咱们且看且珍惜吧。好，另外今天在巴黎队的中场维迪尼亚的表现直接让防守上了一个层次，这么小的身体站在后腰位置那个稳真的是一比较你就能发现拜仁和大巴黎在中场中路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今天由于早大巴黎就有进球，所以整场比赛关键是防守，维迪尼亚的协防做得非常不错，而且没有无谓的丢球权，有他在中间站着，这样的技术独步足坛，把教练的战术意图执行得非常好。身材那么小，但这就叫智力型的中场，无论是在自己的禁区内还是任何危险的位置，面对拜仁球员的逼抢从容不迫，他那种世界级的处理球能力这2个回合的表现真的好，在人群里面拿球太稳了，调度整个进攻的节奏，让队友可以喘息。维迪尼亚是整个巴黎队最关键的核心球员，他的跑动覆盖这一块也很厉害，体能极其充沛，满场飞奔，求胜欲极强。老 K 看球眼睛很容易就盯在2边的后腰身上，所以今天看维迪尼亚踢球确实是一种享受，看他的摘球、洗球、带球、分球，防守稳如老狗。另外这一场路易斯恩里克安排法比安鲁伊斯防奥里塞，鲁伊斯防速度型的不行，但是防奥里塞还真的效果挺好，而门德斯防节奏型的吃力，所以能把世界第一右边锋奥里塞限制的那么好。法比安鲁伊斯今天功不可没，虽然本赛季平时的表现很一般，但在今天他能够和对面奥里塞相当于1换1，能够单防了好几次奥里塞，这就完全实现了教练的战术安排，起到了骑兵的作用。而且今天第1个进球也是他参与的配合，也是靠他倒数第2传。法比安鲁伊斯和 K77 的那不勒斯连线再次上演在大巴黎，所以法比安鲁伊斯他的防守水平很明显被低估了，上半场好几次1对1防守奥里塞全部成功，所以今天拜仁被淘汰也没什么好说的。光是看锋线 K77 杜埃表现胜过了奥里塞和路易斯迪亚斯的发挥，中场的维迪尼亚再加个法比安鲁伊斯也完全碾压了对面拜仁的中场。当然拜仁这边基米希基哥的表现其实还不错，只是中规中矩，基米希肯定达不到大师的水平，
它更像一辆坦克、一辆德国战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兢兢业业满场飞奔。但是面对对面大巴黎投入重兵防拜仁的双边锋，加上百大巴本来正需要基米希送出高质量的45度传中，但今天的传球质量找不到凯恩，那就没有办法了。基米希的直塞球一直是他的弱点之一，而另一位中场帕夫洛维奇整场比赛也是中规中矩，但是11次地面争抢只有2次成功。所以面对大巴黎的百大巴呀，拜仁的中场是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弹药和组织，只能迅速把球传给进攻3叉戟，由他们的个人能力去解决战斗。但是就像比赛中老 K 给儿子说的，今天对大巴黎的表现，如果想拿欧冠，那么这样领先2个球的比赛就必须要守下来。那么比的就不是巴黎队能不能进更多的球，而是能不能够像一个真正成熟的球队，包括利用拖延时间等等手段，把比赛1分钟1分钟1秒钟1秒钟给熬过去。不得不说，今天恩里克和巴黎全队的表现堪称完美。就像赛后路易斯恩里克说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比赛的部署和战术执行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我们大巴黎平时并不总是习惯于长时间处于防守的状态，但今天我们的防守简直表现得像天使一样完美。那么接下来决赛，路易斯恩里克对阿尔特塔，他们同样都来自于西班牙。对这一点，恩里克说，我对阿尔特塔非常有感情，因为当他还在巴塞罗那效力，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将的时候，我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他现在亲手打造了一支伟大的阿森纳，他已经在那里执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非常有意思。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作为一名教练所展现出的才华和风格。我已经预见到这场决赛将会非常艰难，但是没关系，我们对大巴黎自己的比赛方式以及我们渴望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我们去年创造了历史，现在我们想要延续那段历史，并继续为俱乐部创造更多积极的东西。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在决赛当中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那么老 K 也提醒大家，恩里克执教的俱乐部参加过15场单回合决赛，赢下了其中的14场，唯一一次失利就是去年夏天的世界俱乐部杯决赛，带领大巴黎0-3输给了切尔西，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所以如果你要问老 K 决赛到底看好谁，不要着急，决赛前咱们老 K 足球新闻见。不过现在可以剧透一下，目前的情况如果不出现意外，我觉得大巴黎有6成胜率。毕竟本赛季在欧冠，大巴黎面对英超的球队还从来没有输过。这其中我最看好的，除了他们的球员，更主要还是这位主帅路易斯恩里克。未来在瓜迪奥拉逐渐隐退以后，恩里克就是当之无愧全球最佳主帅，起码在老 K 的心里是这样的。因为过去我说过，他带着大巴黎打的是一种属于未来的足球战术哲学，这需要我们一场一场的去看，一场一场的去品。不过在法甲联赛呀，大多是看不到。昨天的视频我们也说了，大巴黎现在就是腾出手来专心打欧冠，而且在欧冠也要到了半决赛、决赛才真正能够看到大巴黎 PSG 的完全实力。但是可千万不要因为老 K 又说了这几句话，又被评论区的人问，你是不是巴黎队球迷啊？但总之，人的天性总是同情弱者，就像今天老 K 的儿子整场比赛都在给拜仁加油，尤其是大英帝星哈里凯恩，命运对他真的太不公平了。凯恩的每一次触球是真的拼，真的惨。面对争议判罚、裁判的偏少，哈里凯恩是真正和拜仁一起做到了从不放弃最后1分的希望，每1分钟都在进攻再进攻。比赛最终被淘汰，抛开裁判的问题，关键是凯恩的队友们确实在进攻端发挥不出杀伤力，替补阵容呢完全又拿不出手。面对百大巴，攻坚能力太弱，阵容方面的差距和 PSG 比那还是不一样，两边的替补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准，所以主教练孔帕尼能打的牌也太少了。为什么老 K 赛前会猜大巴黎晋级？这2轮的比赛刚开场就能看出来，这2次火星撞地球，最前面的10分钟、20分钟，谁能先进球，就能看出谁的质量更好。这不是慢热不慢热的问题，而是凯恩身边的队友都是好球员，可一旦跟对面大巴黎站在一起，你就感觉有些鸡肋，没有能力，特点也不够，被巴黎队一个个都限制得非常好，拜仁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找到自己能够接球持球的队友。而大巴黎的战术限制方面是全攻全守，所以从感官上感觉好像拜仁的传球慢，推进速度也慢，尤其像穆夏拉感觉就不该上，太拉胯。但其实这首先是球员的质量不是一个量级的，
在更好的球员的基础上，路易斯·恩里克又发展出如今的这套属于未来的足球战术哲学。那么即使强如哈里·凯恩，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呀。总体上的感觉，拜仁就一个字：乱。特别是中场的争夺，然后就是进攻端发挥不出作用。所以有一说一，拜仁输的还是心服口服。有时候努力和体系在绝对的天赋、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够看，有对方杜埃 K77 的反击，拜仁的球员根本就防不住，在极小的角度，大巴黎都能产生出极具威胁的攻门，而相比之下，拜仁这边的反击却总是拖沓。还有拜仁的2个边后卫，在最重要的比赛已经完全不够看，所以留给拜仁慕尼黑的问题是，今年夏天阵容方面如何补强？当看到场上巴黎队的替补球员巴尔克拉上来都能一个人趟3个，那么所以巴黎队的进攻确实更强，确实大巴黎踢得更好。只是明年的拜仁慕尼黑如何通过运作，是不是再能来一个路易斯·迪亚斯什么的？现在不要着急，这输球的痛苦还一时难以消受。希望拜仁慕尼黑在夏天首先整个高层先团结得像铁板一块，笼罩着围绕着体育总监埃贝尔，支持他。就像今天赛前慈禧太后赫内斯说的，主教练孔帕尼可以在拜仁再待5年或者10年，所以如何为孔帕尼这位主厨准备未来更好的配菜？首先，拜仁慕尼黑在体育总监这个体系就要稳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今天赛前，体育总监埃贝尔谈到过自己的续约情况，他也有些感慨，他表示我在拜仁的开始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俱乐部对我满意，我也愿意续约。我刚来拜仁的时候，有一些性格很鲜明的人，大家碰到了一起，但我认为正是当时那种磨合，那种彼此讨论，才有助于像拜仁慕尼黑这样的大俱乐部发展。说实话，埃贝尔这个体育总监已经不错了，在赫内斯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这个儿皇帝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好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在拜仁慕尼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彼此相伴。德甲巨人的球迷们不需要过度悲伤，每一年只需要为拜仁慕尼黑这支球队感到骄傲就足以了。另外，咱们的哈里凯恩今天在最后打入一球，也成为继 C 罗之后第2位在连续6场的欧冠淘汰赛都能取得进球的球员。哈里凯恩已经32岁，他的前70场欧冠打入了54个球，在历史上仅次于哈兰德58场57球和范尼的70场55球。关于哈里凯恩，我们想要讲的太多了，他的技术，他的态度，他的射术，还有他的球商，只希望凯恩的生涯不要有遗憾。虽然欧冠被淘汰，还是希望本赛季能再追逐一下英格兰的世界杯，毕竟老 K 是真正的英格兰球迷。本赛季目前凯恩已经3个金靴1个银靴，数据非常好看。但凡如果世界杯拿下，那么今年还是有希望追逐一下金球奖。要知道，能做到每一场淘汰赛都进球，这样的中锋是真的足够牛逼。今天比赛结束后，哈里凯恩他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球迷面前，整个人看起来已经彻底崩溃了。而基米希直接走向了主裁判，因为裁判的多次争议判罚找他理论。而格雷茨卡这名中场球员今年夏天就会离队，整场比赛他都坐在替补席，所以他在拜仁的欧冠征程也就此结束。最后，主教练孔帕尼在中场以后走向了所有的球员进行一一的安慰，他扶起了路易斯·迪亚斯。球队随后在南看台长时间的静立，听着球迷们合唱队歌。而 PSG 这边，此前10次欧冠半决赛淘汰拜仁的球队，有9次都能夺得最后的欧冠冠军。大巴黎这次能否做到呢？并且欧冠决赛这是第4次双方的主教练均来自同一国家。恩里克 PK 阿尔特塔。今天的大巴黎对对方最有威胁的奥里赛防守的成功到何种程度，导致奥里赛全场共有多达29次丢失球权，全场最多。专门抓的就是你这一侧的攻防转换。而恩里克执教期间，巴黎在欧冠的淘汰赛首回合只要取胜就一定晋级，拒绝任何逆转。正如赛后帕乔说的，前锋参与防守，后卫参与进攻，
这正是我们巴黎队和其他队的区别。防线上的核心帕乔，年轻人，今天当选了全场最佳。这才只有24岁的厄瓜多尔人，已经开始走向了历史最佳中后卫的行列。今天帕乔迎来了巴黎生涯的第100场比赛，维迪尼亚迎来了第200场。帕乔这个球员强到什么程度呢？32场欧冠，他从来没有吃过1张黄牌，已经创了现役后卫的纪录。目前在厄瓜多尔球员的身价排行榜上，凯塞多切尔西排名第1，帕乔大巴黎排名第2，因卡皮耶阿森纳排名第3。而且这3位都是24岁，从小到大在厄瓜多尔国青队就是一起成长走过来，所以这支厄瓜多尔队的中后场强得可怕。这里面帕乔的身价明显偏低了，真要买的话，1个亿欧元你也很难拿下。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的有侵略性，但从不盲目出脚。代表大巴黎已经100场比赛，仅仅吃到4张黄牌1张红牌。他的身体能力能够将力量和极其轻盈的步伐结合在一起，能够非常自如的减速变向转身并再次加速，从而能够始终贴住持球的对手，在更合适的时机可以发起对抗或者铲抢。另外，帕乔的防守态度极为冷静，他之所以减速控制步伐并与对手保持适当距离，只是为了在最佳的时机出手，就像猎鹰一样。甚至他的侵略性极强，犯规次数却极少。本赛季至今几十场比赛仅犯规过11次，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防守风格。但比赛中你能感觉到，他既能在本方丢失球权后的第一时间高位赢下对抗，也能在左边路为门德斯和阿什拉夫的大幅压上提供保护。所以本赛季他几乎能够覆盖场上所有位置，从左到右，从本方禁区到进攻3区的边缘，他都总是能够赢下对抗。帕乔这个球员，这个后卫，老 K 第一次隆重介绍，在欧冠的决赛和今年的世界杯，请大家高度关注。好的，那么决赛中大巴黎的对手阿森纳阿森纳的主帅阿尔特塔过去还效力过巴黎队，为巴黎队出战过53场比赛，5个进球5个助攻。这一次他将以阿森纳的主帅身份面对旧主，让咱们拭目以待。而另外必须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姆总自从他加盟皇马以后，皇马和大巴黎的欧冠战绩就是冰火2重天。没办法，这段时间皇马真的是内讧越演越烈。今天又完蛋了，队内的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2个人在训练当中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冲突，几乎大打出手。他们俩正面冲突，互相推搡，激烈的争吵甚至延续到了更衣室内。这一切首先源于训练场上的一次犯规，但却引发了皇马训练基地有史以来最紧张的冲突之一，是一次非常丑陋的事件。本身皇马正在经历本赛季最艰难的阶段，争夺冠军的希望本已渺茫，队内的矛盾却日益加剧。现在看来真得请魔力鸟穆里尼奥，非他不能够让皇马的球员放下争议。那么短短1个月内，先是吕迪格在更衣室和队友，很可能就是卡雷拉斯激烈争吵，事后吕迪格已经道歉。紧接着4月24日的训练，姆巴佩又跟助理教练发生激烈冲突，现在巴尔韦德又跟楚阿梅尼差点干起来了。关于第一次吕迪格跟卡雷拉斯的冲突，现在消息有进一步的说法，说是33岁的老队员吕迪格认为皇马队内现在许多年轻球员根本没有意识到皇马当前的情况有多糟糕，或者是年轻球员们根本就不在乎皇马球队的情况，这正是导致他爆发并且掌过了卡雷拉斯的原因所在。吕迪格确实在场上就是那种火爆脾气，打人确实不对，但皇马现在年轻人没有责任心，恐怕也真是真的。很多时候能看到皇马现在的年轻球员输了球就跟没事人一样，经常赛后只有库尔图瓦1个人去谢场。所以皇马踢大爷球这种作风，真得来个铁血主帅，好好整顿整顿了。那么关于姆巴佩 out 这个请愿书的签署人数现在已经破了1000万，事情愈演愈烈，越来越让人尴尬。目前关于皇马的反对者们，尤其是巴萨的球迷都在撇清干系，说这些绝对不可能是我们巴萨球迷巴不得姆巴佩一直留在皇马才好呢。罗生门，足坛最新的罗生门。好的，关键时候让我们放松一下。过去皇马的巨星未婚妻乔治娜最近在社媒上已经晒出了自己参加活动身穿蕾丝连衣裙和面纱的照片，看起来怎么那么像新娘。今年的世界杯之后，乔治娜很可能就会和 C 罗完婚。有一说一，总裁的女人是真的好看，真的性感，身材也真的完美。好，另一方面，巴西欺负了小罗比尼奥的内马尔已经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的反应过火，
并表示双方已经在更衣室内部完成了沟通和和解。当时的内马尔对小罗比尼奥有掌掴的动作，情况一度非常混乱，但队友和教练组成员随后迅速介入，将两人分开。现在内马尔公开道歉，他说呀，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足球场上的正常冲突，应该留在队内解决。训练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分歧，我当时的反应有点过头了。但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已经彼此道歉，也在更衣室里坐下来沟通过了，大家都已经理解对方的立场。小罗比尼奥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孩子，我对他有非常特别的感情。这只是足球内部的事情，我以前也和很多队友发生过争执，有时甚至更激烈，但这些都很正常。关键是要在队内解决，而不是被外界放大。其实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问题已经解决，我以为我们已经谈清楚了，我也在全队面前道过歉。当时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文件，这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信息被放大以后，事情就变了样。好，现在呢，小罗比尼奥本人也接受了采访，他也强调双方已经完成沟通并达成和解。小罗比尼奥说：“说实话，当时我确实很失望，因为内马尔是我的偶像，我从小就非常崇拜他，他甚至在我8岁的时候送过我一件球衣，那时候我还哭了。但事情发生之后，他已经承认了错误，我也主动去找他沟通过了，现在一切都已经没问题了。我将撤回此前提交的针对俱乐部的法律通知，希望事情不要继续扩大。那更多是情绪上的反应，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其实不应该让这件事被媒体公开，这对我们双方都不好。我已经和家人谈过了，也接受了他的道歉，一切已经解决。其实他们俩的关系平时是非常好的。在冲突发生的前一天，内马尔还和小罗比尼奥一同共进晚餐，两个人在训练基地内的关系从来也不紧张，所以这次事件被外界视为一次典型的高强度训练导致的情绪失控。当时冲突的起因可能是对抗中，小罗比尼奥成功的突破了内马尔，让内马尔在连续被突破以后情绪出现了波动。当时内马尔要求对方降低动作的强度，随后双方的言语升级并引发了所以好吧，希望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此过去。另一方面，特大新闻，伊布拉希莫维奇，咱们过去的瑞典球王，现在 AC 米兰的高层，他最近晒出了一张自己剃了头的照片，而从文案来看，应该是和汤姆布雷迪打赌输了后的惩罚。伊布不仅剃掉了头顶的头发，还留下了头顶侧面的头发，而且长度还不短，这个发型看起来非常滑稽。伊布为剃头的照片配文道：愿赌服输，给他剃头的则是旁边的汤姆布雷迪。哈哈，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另外，在昨天马德里竞技0-1不敌阿森纳之后，马竞主帅西蒙尼退场的时候，并没有绕开地面上的阿森纳队徽，而是好像故意的直接从队徽上踩过去。而随后退场的其他的马竞球员都选择从队徽旁边的空白区域经过，这也让人想起首回合在马竞的主场，阿森纳球员本怀特返回更衣室途中也曾经直接从马竞的队徽上走过。当时小西蒙尼还上前表达不满，当时的老西蒙尼也上前试图拉开对方，结果导致场面进一步升级。当时在更衣室通道入口还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所以咱们的西蒙尼大人真是很多小心机，可爱。那么关于那场比赛，现在消息已经传出来，果然阿尔瓦雷斯是受伤打了封闭上场的，比赛中结果脚踝又被踩了一下，只能因伤被迫下场。整场比赛都能看到阿尔瓦雷斯就是一瘸一拐的。在此期间，西蒙尼还询问过他的情况，当时阿尔瓦雷斯还示意想要再坚持一下，那么西蒙尼让他留在场上先观察观察，但随后在下一次冲刺当中明显看得出阿尔瓦雷斯无法坚持，于是西蒙尼才不再犹豫，立刻做出了换人调整，让他下场。好，另一条消息，在和皇马的比赛中，本菲卡队的普雷斯蒂安尼对维尼修斯有疑似歧视的言行，他被欧足联禁赛了6场，其中的3场将在2年内执行。现在国际足联已经确认，他的禁赛将扩大到全球范围执行，所以如果他入选阿根廷的世界杯阵容，也就没有资格参加阿根廷前2场比赛。现在这位20岁的球员仅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过1次，不过他倒是入选了3月份当时阿根廷的友谊赛阵容。另外，利物浦的门将阿里松已经和尤文图斯谈妥了个人条款，3年合同，年薪500万欧元。下赛季33岁的老门将阿里松就将离开利物浦。安菲尔德的又一位传奇到了告别的时候了，他将自己的黄金岁月留给了利物浦。如今体面的转身，没有闹僵，没有逼宫，
这是功勋球员最体面的收尾，也是职业足球最温柔的告别。好的，感谢大家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支持。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